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大家介绍一本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著作——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。史铁生，这位用生命书写文字的作家，在轮椅上度过了漫长的岁月，却为我们留下了无数震撼心灵的篇章。《我与地坛》这本书不仅仅是他个人经历的记录，更是一部关于生命、苦难、命运与希望的深刻思考。这本书的价值难以估量，它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无数在黑暗中挣扎的心灵。它如同一股清泉，滋润了那些在生活中感到干涸和迷茫的人们。阅读这本书，你可能会找到面对困境的勇气，领悟到生命的真谛，甚至改变你对待人生的态度。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著名作家余华在谈到史铁生时曾说，史铁生的文字像是从死亡的深渊中发出的光芒。有一次，余华去探望史铁生，看到他被病痛折磨得虚弱不堪，但史铁生却微笑着对他说，我每天都在和死神谈判，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写作。正是这种对生命的执着和对写作的热爱，让史铁生创作出了《我与地坛》这样不朽的作品。那么，《我与地坛》究竟是怎样一本书？它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？接下来，我将为大家详细解读这本书的核心理念和重要内容。1. 地坛，生命的沉思之地。《我与地坛》这本书的核心意象之一就是地坛。地坛对于史铁生来说，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建筑，更是一个承载着他生命沉思的场所。在史铁生的笔下，地坛是一个充满历史沧桑感和生命厚重感的地方。地坛在书中象征着一种永恒的存在，它见证了无数生命的诞生、成长、衰老和死亡。史铁生通过对地坛的描写，表达了他对生命无常的感悟。地坛的宁静与庄严，让史铁生在面对自身残疾和人生困境时，能够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去思考生命的意义。从哲学角度来看，地坛代表着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存在。它提醒我们，生命是短暂的，但宇宙和自然是永恒的。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和挫折时，如果能够将自身置于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，就会发现我们的痛苦和烦恼是如此渺小。那么，我们如何将这种对地坛的感悟用到生活中呢？首先，我们可以尝试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坛。它可以是一个让你感到宁静和放松的地方，比如公园、图书馆或者自己的书房。当你感到困惑和焦虑时，不妨去到那个地方，静静地思考人生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生命中的问题。比如，当你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，可以想一想，10年后、20年后，这些问题还重要吗？当你把眼光放长远，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。正如史铁生在书中所写，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。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，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，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，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。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，仿佛这股缘就是为了等我，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。苦难、生命的磨砺与馈赠。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，以一种极其坦诚的态度，讲述了自己面对残疾和病痛的痛苦经历。他并没有刻意渲染自己的苦难，而是以一种平静、克制的笔触，将自己内心的挣扎和思考展现在读者面前。史铁生认为，苦难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，但同时，苦难也是生命的一种磨砺和馈赠。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，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，肾或算的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。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，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，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。从心理学角度来说，苦难可以激发我们内在的潜能。当我们面对困境时，我们会调动一切资源来应对挑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。那么，我们如何从史铁生的经历中汲取力量，来面对自己生活中的苦难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学会接受现实。史铁生在书中写道，我什么也没忘，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，不能说，也不能想，却又不能忘。我们要学会与苦难和平共处，不要试图否认或逃避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从苦难中寻找积极的意义。比如，当你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，可以想一想，这次失败能给你带来哪些经验和教训。当你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，而不是一味的抱怨和自责时，你就会发现，苦难也可以成为我们成长的契机。最后，我们要保持一颗感恩的心。史铁生在书中表达了对母亲深深的感激之情。他写道，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，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，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。感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因为它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。3. 命运无常与抗争。在《我与地坛》中，史铁生对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。他既承认命运的无常和不可控，又强调人类在面对命运时的抗争精神。
史铁生认为，命运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包括个人的选择、机遇、环境等等。我们无法完全掌控命运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命运。从哲学角度来看，命运的无常体现了生命的脆弱和不确定性，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，赋予了生命意义和价值。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，那么我们的努力和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面对命运的无常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接受命运的不确定性。史铁生在书中写道，就命运而言，修炼公道，我们要学会放下对命运的抱怨和不满，坦然接受生活中的一切。其次，我们要积极地与命运抗争。史铁生虽然身患残疾，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追求。他以顽强的毅力进行写作，用文字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。我们也要像史铁生一样，在面对困境时不屈不挠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最后，我们要珍惜当下。史铁生在书中写道，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我们要学会活在当下，珍惜每一个美好的瞬间，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4. 希望，生命的灯塔。在我与地坛中，尽管史铁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希望的追求。希望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。希望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力量，它能帮助我们克服困难，走出困境。从心理学角度来说，希望可以激发我们的积极情绪，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行动力。那么，我们如何才能在生活中保持希望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学会寻找生活中的美好。史铁生在书中写道，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，仿佛这古猿就是为了等我，而历尽沧桑灾难而等待了400多年。他从地坛的宁静与美丽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。我们也要学会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好，比如一朵盛开的花，一片美丽的云彩，或者一个温暖的微笑。其次，我们要设定一个目标，并为之努力奋斗。史铁生以写作为目标，在困境中坚持创作，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我们也要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，并为之努力奋斗，因为目标可以给我们提供方向和动力。最后，我们要学会与他人分享希望。史铁生在书中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，因为母亲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给予了他无尽的爱和支持。我们也要学会与他人分享希望，因为爱和关怀可以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。我与地坛这本书就像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藏，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和探索。它教会我们如何面对生命中的苦难，如何与命运抗争，以及如何保持希望。在这里，我想对大家说，不要害怕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，因为它们都是我们成长的契机。就像史铁生一样，即使身处逆境，也要心怀希望，勇敢地面对生活。最后，我想用史铁生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生命就像一场旅行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，而是沿途的风景，以及看风景的心情。让我们一起带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，踏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之旅。希望大家在阅读与地坛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启发和力量，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史铁生一样，在困境中绽放出生命的光彩。谢谢大家。